人家原副政委提出假离婚，那是一种迂回战术，不失为是一种办法。只有这样，他在外面才能帮你啊，是吧？这女人呐，都是头发长见识短，打仗需要战术，同样，生活也需要策略。让我欺骗组织，不可能。汪精卫当汉奸，还叫嚷着自己是曲线救国呢。自古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，他信源都不知道这个道理。哎呀，这都是死脑筋，你就不能不这么教条主义啊？瞎子算命，直来直去。要我看，人家原副政委那对你可是没有二心的啊。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。当然，你可以用甲或乙的称谓来代替他，就是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，否则我跟你翻脸。好，我错了，行吗？你还怀疑我是郑耀先？什么叫怀疑？你根本就是，只不过你这人太狡猾，做事滴水不漏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拘捕你而已。跟你商量点事儿行吗？你看，咱俩现在关在一起，同一个战壕，同一个阶级立场，对吧？这同志之间就不能再搞内斗了。你再说了，咱们都是30、40岁的人了，这点简单的道理，你不会不明白吧？你我是一个阶级，你是我同志，你想什么呢你？他们俩当真就不吵也不闹了？我都不敢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他们俩从来都是针尖对麦芒，这除了你死我活，就没别的了。从今天下午开始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吵闹过，而且在开饭的时候还互相打了一个招呼。好，你先忙吧。马小五不知道到底该替他们高兴呢，还是悲哀。他挖空心思都办不到的事，居然在短短1天内，在郑耀先和韩冰之间，就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。我1931年参加革命，竟然被怀疑投诚了国民党。可谁能够想得到，大风大浪我都闯过来了，却在小阴沟里翻了船。一次被抓，命运竟然出现了天翻地覆的逆转，和你这种人画上了等号。同居一室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仰人鼻息。我父亲在秦淮河边上的印刷厂里做排字工，从小我跟他学过几个字儿，不算是睁眼瞎，可没想到最终把我害了，竟然因为这双眼睛娶了一个国民党女特务，我这黑锅恐怕是拿不下来了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。其实说我是资产阶级也没错，不是资产阶级娶那么漂亮的老婆干嘛？癞蛤蟆吃了天鹅肉啊！别总给自己上纲上线的，不就是娶老婆吗？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？无产阶级就不谈婚论嫁了。马克思娶了燕妮，燕妮还比他大4岁呢。说到底，就是因为我娶了国民党女特务林云燕这条美女蛇，缠得我晕晕乎乎的。我竟然不知道她是个女特务。她是国民党特务不假，但她也是个女人，为你生儿育女。哎，对了，
你女儿就放在那个妓女家了？不放那儿放哪儿啊？你也放心？那不放心怎么办？不放心也得放心呐。林云燕那个不争气的肚皮，愣没给我生出个带把的男孩。你们这些臭男人！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好人，面冷心热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当然，我说这些跟你抓不抓我没关系，我就是说说。你说我好有什么用？组织部认为我是好人，抓了半辈子坏人，没想到最后自己也变成坏人。你跟原副政委这么多年，这说散伙就散了？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闲着也是闲着嘛，你就全当我是猫哭耗子。其实我并不喜欢他，选择和他结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当初我人在石口劳教农场，是他把我救了出来，恢复了工作，这本身也带有功利的思想，算我自欺欺人，利用了人家。不提他了，事已至此，说他也没什么用了。这夫妻一旦绝交，当不念旧恶，不出恶声。这人不到关键时刻，根本看不出他的为人来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所谓领导干部，说白了也就是俗人一个。我说，这人呐，得想开点儿，想开了就好了，否则你那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。你这次进来，就比上次好多了。此话怎讲？上次放风的时候，你一脑袋就扎到地上了。我一头栽倒在地上，当时我在想，死了算了。你以为死？那回可把我给吓死了。我要真死了，你该高兴才对。特务头子也有心软的这一天。你说谁呢？我说你呢？那你还是去死吧！看在咱俩曾经同居一室的份上，我到时候啊，可以帮你收拾尸。呸！狗嘴里吐不出个象牙来。这个郑耀先太不像话了，他这么做跟谁商量过啊？这不是明摆着没事找事儿吗？大姐，你消消气，别上火。我怎么消得了气啊？我从北京到这儿，我这气就没消过。你说说，我都活这把年纪了，我为谁操过这么多的心呢？可事情已经出了，你还能把他怎么办？枪毙他吗？我必须得给他一个严厉的处分，否则的话，他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您还别说，他姓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干这行的，姓的，就是百家姓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见他。这小子，气死我！我看还是别见了。既然他不打招呼就做出这事儿来，这说明了他心里早就有主意。他有什么资格自己拿主意啊？他眼睛里边还有没有组织啊？他这么干究竟想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解放前，他隐藏身份；解放后还要隐藏身份。他的内心就是想早点完成任务，堂堂正正做回正常人。可台湾不配合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公开给他平反。那些牺牲的烈士又该怎么说？这不是眼下能解决的问题，时机不成熟，条件不允许。像他这样的侦查员，岂能不知任务比天大的道理？您说的也许对，人都非圣贤嘛。就老郑这个人，玩小情绪而已。玩情绪也不行，个人的利益绝不能高于国家的利益，这还用说吗？
一位出类拔萃的情报精英，现在却沦为一枚死子，抛头颅洒热血，每天却要在期盼和痛苦中煎熬自己的假面人生，还不是为了国家利益？我们是不是该将心比心？经组织研究决定，周志前发回石口劳教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这还有没有天理啊？这干脆给我判个死刑算了。说你胖你就喘，你要真不想活了，冲墙撞几下，肯定解决问题。你那是什么处理意见啊？和你一样，发回石口劳教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啊？这不会又把你跟我弄一块儿去切葱包蒜吧？这要是被你说中了，我宁可去撞墙。这还不如判我几年呢。就我这身板儿，啊，我这腿脚，能干什么活呀？我上个床都费劲。干活那是抬举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了。劳动光荣，在劳动中改造思想。你还是在改造这2个字上面下功夫吧。那我们不惨了？谁和你是我们？虎路不通行。这都是命。自打遇到你，我这日子就没好过过。这能怪我呀？谁叫你一天到晚的连做梦都要抓我呢？废话，你是贼我是兵，我能不抓你吗？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照样不客气。行，有时间您就慢慢抓吧。哼，榆木脑袋。你说谁呢？1958年的春天，马小五亲自押送着自己一明一暗2个师傅，前去石口劳教农场。眼见他们唇枪舌战，斗得你死我活，眼球充血，却不能劝也劝不得。马小五当时就在想，要让这2个人和睦相处，恐怕只能在地底下马克思那里实现了。哎，一会儿回来2个人，我对这个周志前以后不能客气。韩冰离婚了，原副政委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。那对韩冰，这待遇也得改改了。劳动是试金石，劳动啊能够帮助人，更能改造人，脱胎换骨成为新人。对对对，成为新人，成为新人。小五啊，我打算提议你让你接替韩冰的位置，出任科长。哎，家里还好吗？最近没见你家小冷。我老丈人前阵子去世了。就那个红色资本家吗？我岳母死得早，岳父这再一走，小冷当年带领学生闹学潮，被抓进过监狱，哎，脑子受过伤。脑子受过伤？他参加工作以后就正常了，没发现异样。这就是说，他父亲的去世刺激到他。应该这是诱因，他和父亲一直相依为命，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打击。市委有指示，要求我们公安系统提高破案的百分率，即政治案件、刑事案件、积案、预谋案件破案百分率。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！这不等于把我放火上烤？尽力了，啊！大家都在苦干大干，你总说怪话，也不是回事。共产党员关键时刻要勇挑重担。
另外，严娥的案子不能再拖了。你还别说，这个女人啊，还真有一套，硬是跟我们周旋了这么多年。经过1956年我们重点打击之后，她就下落不明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找她，都找不到一点踪迹。这一点啊，连我都感到奇怪。你师父怎么说？我师傅说，如果严娥一心要藏的话，我们是没办法找见。不过，有一个人能让她露面。公树。对，就是那个逃到香港的公树。那他们之间还有联络吗？严娥断绝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络，他们应该没有联系。那就抓紧时间查吧，有什么困难，和组织说，啊。是。哎，小吴，小冷病退回家了，好好照顾他。需要什么帮助，尽管找我，找组织。共党又要搞运动了，那对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该果断撤离大陆。现在可好，都成了黑人黑户，户口粮票都没有，想走你都走不出去。撤离大陆，你以为你想撤就能撤出去吗？那么多的高官将军都撤不出去，像咱们这些阿猫阿狗的，做黄粱美梦啊你！再说了，这台湾，它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，要是都过去了，我估计啊，连站都站不下。兄弟们好，兄弟们好，我来了。兄弟们，这几天香火不算完，你们都体谅我一点啊。现在也只有这些东西是不需要粮票了。严长官，这个样子下去不行哦。我长期在庙子里头偷供过，那菩萨呀，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肯定不会饶我。看看，国军有动静，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条件和机会。反攻大陆，我有希望。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总有一日，台湾会想起我们的。要让马跑，不会不给马吃草的。你这是在画饼充饥，让我和兄弟们望梅止渴。对，我就是在画饼充饥，望梅止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希望和期盼中，不至于在黎明到来之前渴死、饿死。现在最麻烦的是没得盐的，长期体内缺盐，兄弟们身体会出毛病的。要反攻大陆，也没得力气的噻。我们都在共军面前露过脸，不能进城。村村寨寨也不能去。现在老百姓的警惕性很高，能不能再想一点别的办法？除了偷供过，还有啥子办法可想呢？哎呀，菩萨，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你就惩罚我一个人嘛。阿弥陀佛。你要干什么？出家。
龟儿子，你要我的祖宗，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呀你？我长大了，我要出去工作，养你，养妹妹。君宝，君宝，不管咋说，你总得把这高中给念完吧。妈就是再苦，妈供得了你。打过，你当了手镯，当了戒指，当了耳环，你还能当啥？你就是有东西当，也没有典当铺了，都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。妈，我都18了，念不念书也没啥大意思，我还是出去找点事儿干。我是男的，得养女的。可是你说，像你这种出身，只有哪个单位敢用你啊？都是妈不好，你跟着妈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，活人不会将尿憋死，这老天爷把我生下来，总不会看着把我饿死吧？对吧？那你可想好了，去干啥子？擦鞋是别指望了，这年头还有几个穿皮鞋的？有皮鞋也不敢穿。我去休息。啊，哥，我回来了。强儿回来了。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吃，就知道吃，饿死鬼托生，这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也不知道替这个家省省心。哼！行了你少说两句。君宝啊，这不是为娘的说你啊，这可就是你不了解女人了。这女娃娃呀，在这种年纪，正是馋嘴的时候，知道为啥的呀？这花骨朵啊，要为将来开花做准备嘞。你干啥子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君宝。君宝，为娘的没用啊！妈真是人贱命贱，这命里头注定无子，非要把你收了当儿子，老天爷不高兴啊！妈说过的，妈不让你去给人擦皮鞋，妈要让人给你擦皮鞋，妈没用。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呀？严肃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你要点个个位数。周志勤，你重新点数。什么叫不认真啊？还个位数？鬼子6能算错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呀。我一个犯了错误的人，能有什么意思呀？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要把我往国民党那边推。你本来就是国民党，还需要我推吗？我是在国民党那儿当过几天小兵，那跟国民党反动派是彻底不同的两回事儿。哎呦，那是我错了，一下误会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不住哈。哎，你给我！完了给我！你这说话阴阳怪气儿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都混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说话还不把个门？成心别人把你弄死了，你心里才舒坦什么？哼，这有人要把我弄死啊，我得感谢他。我这个人
就是缺少自我了断的勇气。再说了，不让我说实话，那干脆就把我杀了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没人欣赏你这张脸，你果然不是鬼子溜。至少他办事比你圆滑。哎，这话从你嘴里出来，那堪比蜀道啊！嘿，难于上青天嘞。难吗？哎呀，其实啊，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你的。本该是共产党员说出口的话，偏偏让你给说出口了。嘿，谁让我忧国忧民呢？给点阳光你就灿烂，还真没看出来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人人进入那个新乐园，吃喝穿用不要钱，鸡鸭鱼肉味道鲜，顿顿都可吃个4个盘，天天可以吃水果。这鞋怎么修的呀？缝毡2毛，家长4毛。坐。帮我粘个底。好。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生意了？城里管得太严，没办法，不像这乡下。那你会经常来吗？总在一个地方待着，没准哪天就被抓小商小贩的人盯上了，风险太大，不值得。不过，我肯定还会来的。这地方修鞋的人，确实比其他地方人多。多吗？多呀。这地方的人啊，有不少打赤脚。那不是因为没有鞋穿，是不好意思穿鞋。没双好鞋啊，穿不出门的。你们这儿的人呐，那是最注重个人形象的，爱面子，脸皮还薄。你呀，就是好表现，一把年纪了。郭管教说了，我这叫洗心革面，戴罪立功。那也得实事求是呀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体，就算是戴罪立功，你腰疼啊？哎呦，这腰啊！你这会儿知道你不是小伙子了，你不是爱表现吗？你吐血了，我连肺都快吐出来了。3分队结了婚又离的那个小丫头，跟我们是同类的，出事故了。我刚接到上面的通知，让我去顶替一个姑娘，我不会是去替她吧？好赖你是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，这就哆嗦上了。我实在是控制不住。想休息了？你的问题啊，
是该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。劳动只是一种手段，目的也不是为了要整谁。一个人有多高的觉悟，都能在劳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。劳动是一块试金石。郭管教啊，你的理论水平，就像你的思想觉悟，那真是芝麻开花啊！怎么讲？节节高。你没事吧你？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？我给你讲一个革命故事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长征途中，也有个炊事班长，他负伤了，伤口化脓，高烧不退，但他每天仍然咬牙坚持。我体弱战友扛枪。你不就是要告诉我轻伤不下火线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自己都办不到的事情，却要拿来教育别人。周志前，你的问题很严重，你简直是顽固到底，是不是啊？周志前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我站不起来。今天不好好整治你，我郭文志随你姓。别动了。你要去工地干活了？大家伙都在你追我赶，劳动中改造思想，出大力流大汗，我岂能躲在环境安逸的食堂里，偷得浮生半日闲呢？把这个带上。到厨房去沁点盐水，有盐水沁过的窝头，我们就能撑过来了。可这是你的口粮啊！现在每天每个人只有2个窝窝头的定量，这男人饭量本来就大，我吃了你的，你可怎么办？我的命贱。再说了，我早就是个该死的人了。你能活下去，比我更有意义。如果有一天啊，你查清了我不是郑小贤，别忘了到我坟前说声对不起。直到这一刻，韩冰才突然意识到，面前这个男人，他到底是谁？是周志前还是郑耀先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。自己应该做的，是留住这患难之中得之不易的友情。你不许死！好，听你的。我也不死。说话可得算数啊。这个周志前简直是太鬼了！妈，刚把他关进去的时候，我还挺解气的，可是我越想越不对劲儿。这个家伙可能在耍赖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我劝你还是别惦记要收拾他。为什么？他不同于这里其他人，和那些已经定性、思想落后、作风差的人员可不一样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在你没想出收拾他的办法之前，他早收拾你了。不信你可以试试，我绝不拦着。
哎，我说马科长啊，你这胳膊肘怎么就往周之前那儿拐呢？我这么说可是为了你好，樱木听在你。关于你给他安排重体力劳动的事儿，上面有些人很生气。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？不明白，不明白。回去想想就明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思想教育不假。但你得分清楚，是针对谁。我是来向你报告的，我没死，你也没死，说话算话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略施小计就换了1个星期的休息，心眼玩到这个地步，真是给你沾上毛啊！你比孙猴子还急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这次啊，肯定是在表扬我。不要脸！你放心，不会有尾巴的。是啊，鬼子溜就不长尾巴。你又来了。你跟管教兜圈子、打游击，能有你好果子吃吗？就算你一时得逞了，这好运也不能天天伴着你。只能骑驴看唱本，边走边瞧了。这次我要不耍点心眼儿，搞个阴谋诡计，我这身板不死也半死。咱现在不谈这个了，你吃了吗？吃了。你这连床都下不了，上哪儿吃去啊？这可是你的口粮，我这吃了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记住我一句话，活下去比什么都强。赶紧吃啊！你可别因为一个窝头对我感激涕零，这就是个窝头。
是你写信替我申冤的吧？写了有什么用啊？谁会听我的呀？是啊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没把我救出来，倒把自己也搭进来了。就算我鬼迷心窍，在我患难的时候，竟然是你一心一意在帮我。总算是又撑过一顿了，但是啊，比长征的时候好多了。你参加过长征？跟随红一方面军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。我听说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，那是自然的，还煮过皮蛋呢。你在红军里做什么工作？你代表组织来内查外交的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好奇，像你这样的女兵，她戴上那个八角帽，会是个什么样子？八角帽？不瞒你说，我戴的第一顶军帽呀，是八路军的军帽。当红军连顶帽子都不给？你呀，是电影看多了。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，能有一身像样的衣服，那就是过年了。你往队伍前面一站，你就瞧吧，什么打扮的都有，只要不光腚，能打仗就行。这可真叫新鲜啊！也倒是，在电影里，总不能让红军都光着膀子，露着肚脐眼儿吧？你这人说话怎么嘴上不把个门呢？这话能乱说呀？管家又得找你谈话，又得给你扣顶帽子。我是虱子多了，不怕咬。评价我这个人，他就爱跟人开玩笑，一会儿逗逗这个，一会儿逗逗那个。所以说，病从口出，不为过。你自己别不严肃，这不就是个文字游戏吗？你别小看这文字游戏，里边学问可大了。其实啊，我到现在都没闹明白，像你这种坏的不能再坏的军统特务，照理说早该枪毙几个来回了，可你怎么还活着？离开公安局，我是越来越没有机会了。你还要接着调查我呀？其实你这人还是蛮不错的，不像传说中那么坏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说，我是修鞋的。你想糊弄我们？现在哪儿还有他妈的做小买卖的？我这是偷偷摸摸做点小买卖，混口饭吃，补贴家用。要不然，像我这出身，哪一个单位也不肯要。你是什么出身？我爸是国民党干中统的，他还是中统的一个大官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高占龙。这不可能，他的儿子怎么会是你这般模样啊？我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是高占龙的儿子。当年我爸被暗杀以后，我的脑子受了刺激，就被送进了医院，然后我从医院里逃出来，就成了叫花子，再然后就解放了。解放？啊？不，是国民党大军暂时失利，败退台湾以后，我被一个妓女收养，成了他的干儿子。真是想不到，
堂堂高先生的儿子，竟然沦落到这步田地。你们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你们想偷偷混进城讨口饭吃，这跟我当年做叫花子的时候要饭没什么两样。我偷偷的盯上你们，还真是瞎猫碰着死耗子。你们这还真是跟我爸是一伙的。我要入伙。入伙？你们跟我爸是一伙的，我不入你们的伙，我入谁的伙？长官，大陆的报纸您还看吗？不看了。台湾总部让我们派些人手过去，您看？现在派人手过去，时机尚未成熟。那我就这么回复总部了。你就这么回复吧，就说是我说的。是。哎，回来。我们在广东那边潜伏的兄弟情况怎么样？刚托人捎了口信，情况不太好。这样，你一会儿去会计那儿支点钱，通过我们沙头角的那个秘密联络站，给仍然潜伏在大陆的兄弟拨点经费。日子不好过，没钱怎么搞情报？只给钱，恐怕也不行啊。这还有钱搞不定的事情，真他妈见了鬼了！长官，在大陆如果没有粮票的话，给再多的钱也弄不来粮食。可是粮票上哪儿去弄啊？大陆制度很严，确实不好搞，除非我们弄点假的过去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各个地方的粮票还不一样，全国粮票很少。你把广东的粮票弄到广西去，那也花不出去啊。河南、河北、湖南、湖北各个地方还不一样。那我们得弄多少模板才可以呀？在大陆有一些兄弟都联系不上了，大陆对于潜伏特务并没有放松追捕啊。你说什么？这都是真的吗？我们的特工还被共党追着跑，没办法，是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。好啊，很好。我们花钱培养的特工，总不能没有丝毫作为。哼，光是逃匿，那他们潜伏大陆又有什么用？是啊，我们这些兄弟也不愿意啊。但您想，他们没日没夜的在担惊受怕，仅有的一点喘息和放松的机会，还要来为我们搜集情报，实在太辛苦了。为此，好几个兄弟连累带下都吐血了。不过凭良心讲，共党的医疗制度还不错，去医院看病啊，没收1分钱。没收钱就没收钱，共党是笼络人心。有几个兄弟捎信来说，问能不能向您请假。他们应该去跟共党请假呀，怎么反过来跑我这儿来请假来了？他们也得赶去跟共党请假呀，不好好表现，怎么潜伏在共党队伍中啊？那几个吐了血的兄弟，现如今还躺在病床上，还表决心小伤不下火线，也只有在心底深处默默念着对不起长官了。算了，与其行动暴露目标，不如先蛰伏，不声张，按兵不动。还有，派去寻找严长光的那几个兄弟，至今也没打探出他的下落。跟之前的相比，这倒是个好消息，至少比让我听到他在大陆被饿死、累死要强。从公共汽车跃入江水的那一刻，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。我从水里冒出头来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样子。这女人命硬，我不信她会落在共产党手里。也许正在山城某个鲜为人知的角落里默默潜伏着。严长官，我把高占伦先生的儿子带来了，他说他想跟着咱们干，可靠吗？所以想请您考验一下。
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？我爸是干这个的。哼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高先生在的时候，我们为王，共党为寇。可是现在反了，全都反了。你看看我们，被他们逼得像流贼一样，只能蜗居在这山洞里面。别说是升官发财了，哎，就是连肚子都吃不饱啊！有了上顿，没有下顿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我们如今可都是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走投无路，举目无亲了。我不愿意也不行。顶着国民党特务后代的帽子，这颗雷迟早得把我炸死。我一来出身有问题，二来脑子有问题，三来性格还有问题，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的困难户，就差干妈和妹妹都懒得搭理我了。我对你们有用，我每天背着修鞋箱子走街串巷，和举替个体私营者的政府工作人员打游击战，在人群当中，我一眼就能认出谁是政府。这都是命，先留下看看再说。严长官，地里就剩这些可以吃的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跟着我受苦了。长官，有最新情报。我们的兄弟怎么样？有没有动静？现在消息基本上都中断了。共党对特务时刻擦亮眼睛，我们的兄弟还未脱离苦海啊。可台湾方面急着要我们提供内地的情报，这些兄弟开不了工，那岂不是要误事？8月23号，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，美国军舰私下假面掉头遁去，留下台湾苦苦独守。台湾急需要情报，知道大陆下一步的部署。毛泽东不是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吗？说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，36计何为上计？毛泽东精通《孙子兵法》，他本人就是一个用计的高手。长官，我看这倒是我们反攻大陆的好机会啊！反攻？校长，要钱呐！来，快坐下。我知道你的心脏不好，啊，如果没有重大的事情，我也不会把离病在家休息的你请到这儿来。这几年，我们派往大陆的特工是接二连三的出事啊。有的甚至经过了中共的策反，不断地向台湾传递假情报，成千上万份自相矛盾的情报，让政府是焦头烂额，军方也分不清这哪份是真情报，哪份是假情报。校长啊，我虽然身体有病，但我能深深感到校长的压力。共军炮击金门岛，从数十万炮弹落在金门岛上，到今日所谓单日打炮，双日不打，这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们是一无所知啊！
你能明白我请你来的目的吧？明白。我们大陆工作参与的程度还见分量。我有一棋子，之前是死子，我想该是让他当活子的时候了。谁？你还记得老六吗？啊，是不是戴雨龙生前万般推崇的那个，与你只有一字之差的郑耀先？正是此人。我身体是不行了，如果能唤醒老六，让他在大陆一面恢复潜无组织的活动，另一方面挑选中医人才秘密培训，建立交通点和通讯台，到时候你看会是什么样的局面？说来惭愧啊，目前潜伏大陆将官级特工里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立即启用他。可是此人在大陆失陷前，在山城失踪了，隐姓埋名。为什么？老六是个过于优秀的特工，他的优点也成为他的缺点，招人记恨。结果败于内部倾轧之中。老聂，戡乱失败，其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在我们党内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。排除异己，思念当头，最终是祸起萧墙。共产党并没有多么强大的力量，而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。一个没有信仰的军队也能不败呀？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啊，梦见我在厦门鼓浪屿的那个晚上，那是我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晚上啊。重病在身的郑介民想起了郑耀先，他知道该是让这枚死子复活的时候了，以挽救潜伏大陆国民党特工系统之哀局。前副部长，这是刚接获的台湾情报总部的电文。马上给我接通山城市公安局的电话。喂，是我，老首长。我们刚刚截获并破译了台湾的密令，公署就要回来了。回来？回来好啊，我们正愁找不到他呢。马小五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抓捕公署？估计现在能对付公署的只有马小五了。他俩是同门师兄弟，彼此间的路数啊，都是门清路熟。门清路熟就好。不过公署这次回来，除了寻找郑耀先，还要完成一项绝密任务，内容不详，估计台湾为了保密，到时候还会派人来向他传授口谕。老首长，你认为公署真敢回山城吗？不过也对，老郑就在山城，他不来不行啊。这是一个机会，这次能不能除掉心腹大患，就看你们的了。我有一个建议，先把郑耀先看起来，让公署找不到他，以便公署先去执行第二项任务。老首长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老郑还用看吗？做戏就要做到家。郑耀先的价值，我比你们谁都清楚。万一他被台湾掳去，想想我的后背都直发凉。我明白您的良苦用心了，所谓把他看起来，是对老郑的保护措施。对付比狐狸还要精明的老牌特工，
你陈国华有几分胜算？甭废话，先盯紧郑耀先。那还得找马小五啊。知道老郑底细的人，山城除了马小五，我没告诉过第二个人。老首长，对老郑和小五说实话吗？面对这个老狐狸精，就算我人老心重，防患于未然吧。也是。老郑贤子，好些年了，早等得不耐烦了。万无一失，先按住他再说。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决定了。什么？要派我回大陆？大陆现在很危险，您是不是再跟台湾解释一下，将时间往后拖一拖？上峰是要让我回到山城找到郑耀先，就凭这个人，哪怕我折了命，我也得回去一次。别闹，我去就回。你骗我！你们都骗我！坐下，给我坐下！坐牢算什么？只要主一真，面对国民党狗特务，我要教他们如何做人。我求你，你小点声，咱们这个家还不能散。你可以不叫我说话，我死不足惜，可我唯一放不下的，就是我死后，有谁来继承我魏晋的事业？有谁？同志。你渴了，我给你倒点水吧。谢谢同志。喝点水。我一喝水就想睡觉。我偷偷问一句，这是你交给我的任务吗？是的。那我坚决完成任务。同志，请您站起来。一会儿张妈就会过来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她会经常过来陪你。我给她准备了钱和粮票，都在老地方。那安好照旧吗？照旧。暗号是什么？不能说的秘密。
向全世界宣告，我国血系统病重点流行区域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系统病。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一消息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《送瘟神》：绿水青山枉自托，华佗无奈小从何。千尊壁立人遗失，万户萧疏鬼唱歌。新主意，新主意，早光平就能到，早光平就能到。师傅，还好吗？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这不就是陪您住几天。我还用人陪吗？咱这行的规矩是，不说就别问。家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放屁！冷眉山都成那样了，还挺好的。您让我怎么说？是不是有任务？我说话你听不见是吧？师傅，您就别问了，行吗？是关于我的？这就对了。如果不是关于我的，你又何必吞吞吐吐的呢？师傅，我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，您就老老实实的让我陪您住几天成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到我还有什么办法在保护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您和小龙，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。再次隐姓埋名，纵使我机变百出，也只能是望穿秋水，没有作为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苟活人世啊？早早的随真儿老陆他们去了，岂不一了百了？周志乾同志，什么时候叫我一声郑耀先同志？小吴，不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他们是怕我被拐跑了，所以让你来看着我，对不对？一旦发现我苗头不对，就把我就地正法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有，我没有接到对您不利的命令。这农场有的是管教，你是我老郑手把手带出来的，领导怎么会给你下命令呢？小吴啊，该教的师傅都教给你了。按理说，你已经是个出类拔萃的侦查员了。可在我看来，你确实还缺少了点什么。这就是我说你不合格的原因。我少了些什么？对理想的执着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，那是一种甘愿为理想献身的信念。情报人员如果缺少了这一点，就等于没有了灵魂。
你懂吗？如果以我们的角度，是不是应该有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信念？对，缺少了这一点，你永远不合格。我永远不让你出土。去来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。郑耀先被突然叫走了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就这样在韩冰的生活里消失了。韩冰由此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之中，隐含着担心、牵挂以及思念。这些反常的情绪，让他日后吃下了不少的苦头。这是谁的？我的。你的？你为什么不吃？干活，没来得及吃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我眼拙看不出来，你和周志前表面老实，实际上最不老实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简直兄，小安兄，我这就出发，回来看望你们。希望两位兄长保佑弟弟。老首长，怎么又叫我回来了？公叔就要回来了，上级调派你参加专案组。可我师傅那边，他那头你就不用管了，北京派专人来接替你。坐。我具体负责什么工作？分析公叔的动向。公叔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吗？还没有啊，这家伙很狡猾呀。我们也是只知道，他来大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寻找郑耀先。至于他的行踪和其他特务的联络方式，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啊。所以他一定会来山城。冲郑耀先这一点，咱们都是心知肚明。关键是，公叔会怎么行动？你还记得严娥吗？如果公叔想要在山城活动，就一定想要得到山城特务组织的配合。那如何确定公叔潜入山城呢？有一点他改变不了。哪一点？就是他从外地来这个事实。我们只需要通知各个区、县、街道、派出所以及旅社，密切关注一切外来人口，就能逐步查清楚他的下落。这个已经都做了。所有外来人口的工作证和介绍信都已经登记在案，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的消息。看来公叔
也在防着咱们这一手啊。恐怕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。哪个细节？伪造什么地区的身份，才能不令当地的公安部门注意？这个，只有操着当地的口音，拿着当地的单位介绍信，由政府统一安排留宿的人员，才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。这个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马上去查，查一查全市范围有没有搞大型活动的，特别是那些为活动人员提供住宿的场所。哎，这屋里除了你我，还有别人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是要审我呢，还是要对我进行思想批评教育啊？你这不是活活要把我闷死吗？你把我当成麻风病人了？你是不是怕我逃跑？我都成这样了，往哪儿跑啊？难道你担心我去投靠蒋介石？你到底是来保护我的，还是监视我的呀？我知道，你那腰里边揣了把枪，里边有5颗子弹，有1粒是留给我的，对吧？老首长，有线索吗？不出所料啊，市里正在举行3面红旗英模报告会。参加会的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地方上的先进代表，什么人都有，各区、各县、各镇、各村。总之，市委为了接待这些人，就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。有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代表？比方说，这个地方比较闭塞，与外界山水相隔，不通电话，连汽车都开不进去。您是说这些代表之间可能互相都不认识？太有可能了，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种会啊。那我马上把人手分配下去，对那些代表逐个秘密排查。不许打扫警车。是。